今天是2025年12月1号，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76天。昨天，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1160人。在红军城市中心战线，俄乌双方的激战愈演愈烈，惨烈的巷战让双方伤亡惨重。俄军继续在市区扩展进攻，试图越过铁路线向北突击。乌军固守铁路线，从两翼发起进攻，守住了对后勤补给极为重要的赫里西、内里夫内切尔沃尼莱曼、罗金斯克等几个关键据点。乌军主城区后勤补给线路通畅，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缓解。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，乌军亚速军团部分兵力开始转向红军城方向，在巴尔文科维亚速军团和俄军展开激战，击溃俄军进攻部队。库皮扬斯克方向，乌军正在清剿俄军进入城区的渗透部队，前期渗透进来的数百名俄军，目前大约剩下数十人躲在了地下室。乌军正在进行逐屋清剿，俄军的前进路线和补给线被切断，无法继续向城区增援兵力。乌军外围部队正在向奥斯基尔河方向发起进攻，兵锋直指霍鲁比夫卡定居点。乌军只要拿下这个定居点，建立牢固的防御工事，城区的俄军被全歼只是时间问题了。俄军为了挽救库皮扬斯克的失败颓势，在附近的沃夫昌斯克和博罗瓦发起了新的攻势，试图分散乌军的兵力部署。目前俄军前线进攻部队出现了大量逃兵，曝光的视频显示俄军对不愿意参与进攻的士兵残酷的殴打和惩罚，俄军伤亡惨重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这一波大规模的攻势还能持续多久呢？现在俄军预备役部队已经出现在战场上了。俄军采用的渗透战术，一个士兵只携带几天的口粮和弹药进行进攻，在没有重型装备的情况下，他的进攻是很难持久的。乌军只要坚守下去，给俄军带去沉重的打击，这一波攻势俄军必定失败。昨天，俄军向基辅发射大规模无人机导弹袭击，此次袭击至少造成3人死亡，52人受伤，大量基础设施被摧毁，损失惨重。随后，乌军导弹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多个目标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再一次遭到乌军导弹袭击，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。罗斯托夫地区的塔甘罗格地区的贝耶夫飞机维修厂再遭袭击，乌军无人机导弹击中了生产车间。该工厂主要负责图95战略轰炸机和 A50预警机的升级改造。黑海舰队的新基地新罗西斯克港再次被打击，乌军无人艇携带2吨高爆弹药摧毁里海管道联盟的海域码头，剧烈的爆炸摧毁一个深水泊位已经无法修复，港口码头设施和石油转运设施被彻底摧毁。从黑海方向的石油出口已经被彻底断绝，目前该港口彻底停止运作。俄罗斯将被迫选择使用油罐火车进行运输，也将被迫降低石油产能，这对已经开始抛售央行黄金的俄罗斯是雪上加霜。战争初期，俄罗斯黑海舰队一直压着乌克兰打，摧毁敖德萨港口，切断了乌克兰的谷物出口。3年多下来，黑海舰队只剩下黑海了，现在轮到乌克兰掐断俄罗斯的出口贸易了。俄罗斯的经济崩溃将会加速，或许这仅仅只是个开始。反观乌克兰，大量盟友的援助源源不断，德国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115亿欧元军事援助，日本开始修改法律，准备出口致命性武器给乌克兰，韩国加大武器产能供应乌克兰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援助联盟，拨款6300万美元为乌克兰购买武器。关于和平协议的博弈还在持续，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再一次将所谓的和平协议推向风口浪尖。该报道显示，普京和特朗普合谋诱获极大的生意。特朗普和他的特使维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表示赞同，并深度参与其中。普京特使的计划是利用被扣押的3400亿俄罗斯主权资产为诱惑，成立美俄联合投资项目，部分用于美国主导的乌克兰重建，其中50%的利润归美国所有。美国企业可以优先投资俄罗斯境内的矿产资源。在特朗普尚未登基的时候，他就极力阻挡对乌克兰的援助，让乌克兰援助中断半年多，导致阿夫迪夫卡失败，后续又失去了乌赫拉达尔。俄罗斯和美国商人之间的秘密大量出现，就是在那个时候。这些人基本都和特朗普有直接关系，涉及的领域包括已经被摧毁的北溪管道和北极稀土开发等多个领域。特朗普长子的同学一直在洽谈入股俄罗斯北极地区天然气项目，如果该项目从制裁名单中被移除，他将接手部分股权。在特朗普和普京参加阿拉斯加峰会之后，欧洲某国情报机构将一份纸质情报送往多国，
里面装着的是特朗普和俄罗斯推进的一整套商业经济计划，其中包括在北极联合开采稀土等多个项目。美国一直坚决不援助乌克兰战斧导弹，多次威胁要断绝乌克兰情报共享是有原因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，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